陕西李大妈卖了5斤芹菜被罚款6万元。河北邯郸一农民因疫情期间下地干活被罚款4000元。大庆一经销商1.2块一斤的土豆卖到2块钱，违反了物价法，被罚款了30万。广西一农民自己家养的猪宰了以后售卖给了自己的亲戚2000元猪肉，结果呢被罚款10万元。四川攀枝花农民呢上山种果树，为了方便农耕自费修路，被罚了4万元。中国经济下行，各地方政府财政紧张，敛财手段花样迭出，有的巧立名目四处抢钱，有的小过重罚，动不动的就开出天价罚单，也有的跨省抢劫外地民企，这种做法俗称远洋捕捞。也就是说，一些地方政府派出公安警察到外地搜刮当地的企业的财产，尤其是一些经济发达省份的私人企业。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相关的话题。据中共官方披露表示，去年全国税收收入下降了 3.4%， 但非税收收入却猛增 25.4%。 其中呢，罚没收入增加近 15%。 罚没收入是指罚款加上没收的收入。20多年来，中国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中国土地归政府所有，地方政府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房地产开发企业。由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土地使用权的交易也是随之减少，导致地方财政陷入困境。这样一来，罚没收入就成为一种地方政府的捞钱手段。福建福州一位老人因销售芹菜获利14元，官方认定芹菜不合格，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对老人开出5万元罚单。因老人没有及时缴纳罚款，又追加5万罚款。2022年，中共在全国的罚没收入达到4283亿元，创10年新高。这个数据公布了之后，网上是一片骂声，中共以后就不敢再公布罚没收入了。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10月1号到12月6号，河北霸州市下辖15个乡镇，在短短2个月内，其罚没收入高达6700万元，是同年1月至9月罚没收入的11倍。这笔罚款涉及企业和个体商户共有2500家，平均每家罚款2.6万元。中国地方当局以各种方式抢劫民众。最近2月5号，黑龙江佳木斯一家店主发布视频说，有3个自称是环保部门的人到他的饭店，要求他必须安装油烟净化器，否则呢将处以5000至5万的罚款。这3个人还声称，不安装的话会把全国的蓝天都给破坏了。该店主表示，自家开了10多年的小饭店，日客流量仅2到3个人，人均消费也就是8到10块钱，而且主要经营的是朝鲜拌饭，安装油烟净化器没有什么意义。全年大街上空荡荡的，一天都卖不上20块钱，还净化保护蓝天，我先活下去再说吧。哪能咱有点慢，往里不安的话，定的范围之内，你把僵尸蓝天把咱全部蓝天都破坏了。开了差不多10多年了，这也是头一次。估计一天客流量就2、3个人，一个人消费就8块10块的，没有意义啊！你就跟自己家正常做饭，我家还是朝鲜饭店，就是主要是卖一些饭菜之类的。这个事件引发网友的热议，罚款5000到5万，这操作空间可真大呀！现在很多小餐馆一年纯利润都不一定有5万。中官方机构乱罚款、乱收费，备受舆论诟病。江苏省盐城市一位村民卖一只羊获利180元，被当地市场监管局罚款10万元。2023年10月21号，盐城市大丰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在城中菜市场查获村民陈广芳摊位上摆放1条羊筒体和6个羊头等未经检疫盖章。陈广芳承认家中冰箱里还有3条羊筒体，并带领执法人员到家中办理了扣押手续。由于出售未经检疫的羊肉属于违法行为，因此盐城市大丰区市场监管局对陈广芳下达了处罚告知书，拟对其罚款13万元，没收羊筒体4条，羊头6个，并且没收了违法所得180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大丰区市场监管局对羊头羊肉抽样送检，
中检溯源江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出具检疫报告显示，抽样送检该批羊肉符合农业农村部有关要求，结果为合格。虽然检疫结果符合标准，但市场监管局仍然作出罚款10万元、没收羊筒体羊头和没收销售所得的处罚。杨广芳因为家中有老人身患淋巴癌晚期，需要巨额的理疗费支出，家中生活十分困难，希望从轻从宽处置。于是他将大丰区市场监管局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处罚。结果盐城市盐都区法院驳回他的诉讼请求。陈广芳对此不服，现在又向盐城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据了解，涉案6只羊为大丰区村民顾德兰所养，顾德兰在该案处罚期间已经病故。顾德兰弟弟顾德奎写了一份说明，请求执法机关从轻处置陈广芳。他写道：因哥哥生病得了癌症晚期，请我帮他把几只羊处理掉，费用看病。我就帮他找了卖羊的，人家不肯，后再三请人家帮忙把羊处理掉了，哪知道被工商部门查处了，说是违法，我也对不起人家。首先是那个肉剩下的那个肉去检验的也都是合格的。我们这个食品安全喊了这么多年，难道你们盖了章合格的那个肉，你能确保它都合格吗？我们也不能确定。但是这个没有盖章，但是送去检验了，我们能想象得出来，这个检验应该是挺严格的。合格的还是要罚10万。所有开店的人都不容易，就开个那种肉摊在菜场卖菜，你觉得他能赚多少钱呢？这是某一个菜场，我们刚才在路边摆摊卖菜的那个老奶奶，我们问她说今天卖多少钱，她说今天才卖了30块钱。你觉得他们一年能赚多少钱？无独有偶啊，这种事情呢不止这一个。这些加油站，你看这个最多的一个是违法所得863万，只罚了2000块。但是呢，农民你看啊，有一个土豆进价1块2卖2元，罚30万。这个自己家的土猪卖30块，罚了10万。然后有一个福建的农民代卖芹菜24块，也是罚10万。为人民服务，到底是为谁服务？上述案件引发网友的关注与热议，不少网友评论说，农民养的羊没检疫，但经检查是合格的。而那些知名的商家的食品里面有多少添加剂、致癌物，为什么不罚他们？10万元对于普通家庭真的是好几年省吃俭用才能够存下来的。还有一起对农民乱罚款的事件。根据报道，顾先生是安徽省淮南市寿县一名农民。去年的11月份，因农忙时节拖拉机和收割机柴油用完了，他驾驶皮卡车前往附近加油站买柴油，结果呢被罚款3万元。由于加油站距离农田较远，而且大型农机无法直接开到加油站加油，顾先生便用皮卡车装了3桶柴油，总共是100多升，准备运回农田给农机加油。然而呢，在回程途中，顾先生被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拦住，因他没有危险品运输许可证，对他罚款3万元。这处罚让顾先生陷入了困境，他不得不卖掉田中的水稻，又向同村村民及村支书借款，才凑齐3万元的罚款，拿回了被扣的车辆。此事件一经曝光，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讨论。许多网友都认为，顾先生行为虽然违反了相关规定，但考虑到他是为了自家用而非经营售卖，而且农村地区加油条件有限，执法部门处罚过重，缺乏人性化。把这个收割机开到加油站去放电了，那是不现实的。种了100多亩地，上个月农忙的时候，家里农机部柴油用完了嘛，收割机、旋耕机，我就开着车子到加油站打了1000多块钱柴油，然后车子就被路政扣了。村里面也开证明了，后期村书记也过去到路政执法部门去说了家里这种情况，到时卖了1万多块钱不够，然后我又去借的。因为他的这个车子没有相关的这个危险货物运输的这个证件，他用的是皮卡车拉的，不是正规的运输危险品的车辆。根据这个自由裁量权，它最低限就是这么多，它最低就是3万。人性化都已经给他低限处罚，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查扣了车就给他放着。觉得不满意的话，可以做行政复议。经过多方努力与舆论关注，交通运输执法部门考虑到顾先生是初次违法，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决定退还罚款。据报道，顾先生已收到3万元退款。随着各地方财政越来越紧张，不少地方公检法部门热衷到外地进行远洋捕捞。
深圳、广州、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已成为异地执法的高罚区。广东易健康集团被远洋捕捞，这家企业2022年就实现了24.23亿元的收入，在2023年6月底提交申请赴港上市。2023年10月，河南省焦作商丘两市公安局以该集团企业涉嫌诈骗为由，出动1600余名警察到广州市，对易健康集团旗下子公司进行远洋捕捞。本来呢，涉案总金额只有60余万元，但河南省焦作市、商丘市的办案人员先后冻结该集团子公司相关账户64个。此后，易健康集团被迫撤回赴港上市的申请，并且因为资金问题，集团业务陷入瘫痪，至今未能恢复正常的生产和运营。河南某县一名所谓的藏友将其藏品委托深圳一家拍卖公司鉴定，该公司按行业规定收取5000元鉴定费。这名藏友缴纳鉴定费之后报案，河南县城公安以诈骗罪立案，跨省抓捕拍卖公司47名员工，让法院判处巨额的罚金，查封扣押拍卖公司的数千万资产。远洋捕捞不只是针对私人企业，还大量针对个人网上的售卖行为。不管是卖自己的闲置物品，还是买别人的二手包或者是名表，都存在被骗的风险，掉进去就损失惨重。去年10月25号，浙江杭州经营打金店的博主波波小金库发视频说，自己被远洋捕捞了。有人在微信联系他，要购买2条投资金链，然后顾客也确认收了货，全都没有问题。但是做完这笔生意之后，他的卡被陕西公安冻结，要把卡里面的钱划走才能解冻。就是做完生意之后呢，1-2天我的卡陆续被冻，然后我就去赶快到我银行去问啥情况呀？结果给我的回复说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陕西帽子叔叔给我冻掉了，给了我一个联系方式让我去联系他们。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电话号码说是错的，没用了。然后又通过其他的方法去找他们，找他们就说啊给我回复，然后的话要么就打过去就是没人接听，要么打过去就是说办案的工作人员出差了，就是这样子的。这样的时间差不多持续了2个多月。所以说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已经3-4个月了，从晚上睡不着，本来我血糖是正常的，现在血糖也异常了，是这样子的，就整个人饱受了很多的精神折磨，各方面折磨，生意上也受影响的。这种情况下，就是再次的给大家提一个醒，一定要注意，做事情咱们一定得注意的。碰到事情我跟你说没有，就是没有，真的没有太多的什么正什么义这样子的事情，你受害了你就受害了，就这么简单。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